俄乌冲突乱局仍在持续，俄乌冲突之下，中国将发挥3大作用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中恒 Talk。随着2023年的到来俄乌冲突何时结束，也成为众人讨论的重要话题。只不过，我们此次重点要讨论的内容是俄乌冲突中中国能发挥哪些作用。以当下局势而言中国能发挥的作用应该主要有3点。首先，第一点，中国能在俄乌局势中具有调停人的能力。实际上，中国国务委员王毅曾经在去年3月就乌克兰危机提出了4点主张。综合来说中方坚持对话谈判的大方向，致力于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，同时还要保障各国的相关权益。毕竟，如今我们都看到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味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，谴责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，甚至以各种方式阻止俄乌和谈。可以说美国西方是导致俄乌局势走向死胡同的元凶。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火上浇油，而是想要尽快解决危机。不过，虽然中国有调停危机的实力，欧盟外长博雷利也呼吁中国要居中调停，但是中国有句老话，解铃还需系铃人。如果美西方国家继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，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杀伤性武器，仅靠中国从中斡旋，根本是治标不治本。中国或许可以居中斡旋，承担调停人的角色，但最终美西方必须拿出实际行动，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对抗。其次，第二个作用，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拒绝选边站队的立场，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，这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这场乱局中保持独立自主，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和利益观念，为调解这场危机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遇。简单来说搅局俄乌冲突的国家是越来越少，这意味着给地区带来不利影响的因素也就越来越少。反之如果全球范围内选边站队的国家增加，这就意味着除了少数国家能够从中获得政治或者经济红利，绝大多数国家都将沦为阵营对抗下的炮灰。所以，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坚决不选边站队，成为一些国家的指向标，引导他们做出正确选择。虽然某些西方国家仍旧没有放弃拱火俄乌冲突，但我们能够发现，在俄乌冲突中拱火的国家已经是越来越少了。当然了，其中有能源和经济危机的影响，但中国在外交上的带头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。第3个作用，中国同俄罗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在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中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。中国虽然奉行不结盟政策，但不代表我们不结交朋友，而中俄不断加深的双边关系，以及进一步明确的背靠背、肩并肩的基本原则，不仅推动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，也让美国十分忌惮。毕竟中俄两国具备很强的战略互补性，俄罗斯拥有雄厚的战略威慑能力，中国则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和常规军事能力。同时，中俄在经济上的合作也能缓解俄罗斯的经济困境，让俄罗斯不至于被西方逼上绝路，乃至不惜鱼死网破。从这一层面来讲，中俄联手的确能在某种程度上维护好地区局势的和平与稳定。总之中国始终希望俄乌两国能坐下来好好谈谈，毕竟战争长期化的代价太高，而当下人民的最终诉求也是结束战乱，重回世界和平。现在球在西方一边，就看美国西方什么时候能收手了。好，各位网友，今天我们话题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